Hello， 欢迎来到这里，我是杰丽，我是假瓜。今天这一期影片不是平常我们的旅游攻略，是一个比较另类的视频。而这一集我们 cover 的地方会就是 Macau 澳门啊。想到澳门会想到什么嘞？对我来讲澳门本身就是可以想象得到有高楼大厦、很豪华、很 luxury 的酒店和非常美的夜景。对我来讲呢，我想到澳门，我应该想到很多赌场吧，想到赌场，想到葡挞，想到还有很多美食，还是要做赌后啊。Anyway， 这就是普遍大众对于澳门的认知啦。但是这一集呢，会是不同点。这一集会带大家看一些比较特别的路线。如果你想要用不一样的方式玩澳门的话，记得参考我们这期影片哦。是的，因为澳门不只是只有高楼大厦、赌场罢了，还有很多值得去看的东西。首先，第一个将会跟你们说澳门非常特别的鬼故事。第二个会分享一个最新也是最古老的酒店，是不是很奇怪嘞？然后接下来我们也会分享一些澳门很值得去的一些景点和美食。是的，马上进入这篇。对的，各位，差点忘记跟你们讲，我们将会在7月5号上面 Pyramid 出席澳门的一个活动，大家都可以来参与了解一下澳门的旅游详情。所以有时间的话，可以过来和我们碰面一下哦。第一站，我们先来到的就叫做懒拐佬关前街。OK， 其实没那么恐怖啊，就是只是一个街而已。为什么会叫懒拐佬嘞？对，懒拐佬其实是有一个故事啊，在19世纪中期呢，有一个来自于美国的华人富商，他就是在这个今天的烂鬼楼巷和玫瑰里的交界处建立了一系列的西式洋楼，而这些西式楼房又被叫做兰桂楼，意思是代表着这个建筑有兰花和桂花的那种很 elegant 的意思。哈，这么跟刚才讲的懒拐佬差好像，差好像很远这样。我会继续引导他的，我继续给你。喂，因在当地呢，西式的东西就叫做鬼。每次你们看电影会看到啦，有些那香港人就讲拐楼啊，然后这个建筑也是慢慢就被当地真化了，就变成拐佬。哦，原来是这样。对，在发生了几年过后这个富豪又突然间回去美国了。在这个同时，就把这些楼层卖给了一位马来西亚的富商，当做成住宅馆。住宅馆？是的，就是卖住宅的。卖住宅，因为当时候Macau的卖住宅行业非常非常的旺盛。哦，就像现在的那些柬埔寨那种卖住宅啊。对，没错。哦，原来以前Macau有经历过这样一段历史。对。某一天呢，这些楼层就发生了火灾，造成了大概30人或以上的人死亡，然后这一片区域就变成了一个废墟。就这样，由于澳门的人，澳门搞错了，再来。他们习惯把损毁的东西称作为烂掉的烂，所以这一个楼层就有一个新的称呼叫做懒拐楼。懒拐楼。懒拐楼，把它怀，不隐隐强调残破的状态。同时间呢，他这个懒拐佬和他的那个原名那个蓝龟楼是有点讽刺上的谐音。这为什么要介绍这一个懒拐佬这一个景点给大家呢？因为过后澳普政府也正式承认这个称呼，它不只是一个地标，它也是个讲述澳门历史变迁的一个象征。所以随着澳门政府的精心改造过后，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旅游景点，就是叫关前街。这一个文艺街道这样啊？对，这是一条非常含有浓厚的历史韵味和现代气息的一条街区来的。它是包含一些 cafe 啊、餐厅啊、纪念品店啊，就好像有一点像现在的那个步行街。对，所以你走在这个街上你会发现这里不是一个普通的街道罢了，它是一个文化与艺术的盛宴。哇，这肯定要去啦！去那边感觉自己很有文艺啊。再加上到晚上的时候一整条街的那些街灯就会打开，它会让你看见另一种不同的景色，而且是非常非常适合打卡拍照留念的。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澳门的话，一定要把这一个关前街加入你们的行程哦。当然也非常推荐你们在周末的时候去这个关前街，因为有一个跳蚤市场可以去体验看看。
那一条非常推荐的老街就是芙蓉新街，听说以前它曾经是澳门非常出名的烟花之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红灯区啦。不过现在这个街道从之前传统的红川门建筑特色翻新成全部屹立为青色，欣赏感受这些青楼建筑群的同时，许多美食手信的都可以去逛逛看看。所以在那边你可以品尝美食，而且还能和这些建筑拍不错的美照，非常适合一家大小和游客前来。好啦，第二站我们来到了 Number two 就是关于到那个住酒宿，店，是一个住宿来的。真的是很特别，就是又最古老又是最新的酒店。这个酒店叫做新中央酒店。然后为什么像姐姐讲啊，又是最新又是最古老的酒店呢？它是也有一个 story， 它原名叫做总统大酒店。这个酒店呢，曾经被2位赌王傅老荣以及高可宁留下他们的足迹，就是说他们来这边住过啦。对，如果我们也是住在同一间酒店的话，你可以变成赌王。我也想哎，就可以沾一下他的喜气啊。你看他那气场，信不信？你去那边赌博比较很红化，不要吓人，不要吓人。而从那之后呢，它就慢慢从一个普通的酒店变成了一个集中娱乐、博彩为一体的旗舰酒店，有点像我们马来西亚云顶了。对对。可是现在澳门其实也是有蛮多这种类型的酒店的，可是这一间是最古老的那一间是吗？最古老也是最新。现在就进入为什么是最新？最新的意思是因为就是在今年2024年，酒店才刚刚翻新完成，而且也开放让人家进来入住。你住在这个酒店呢，你仿佛穿越到澳门的时光隧道里面，就是从以前的历史，然后慢慢走到现在这一个全新的澳门。它不只是一个酒店，它是一个历史博展馆。在它这一个酒店的11楼，它有一个历史城区观光长廊，它是免费给大家进去参观的。在这一个馆里面，你可以一览澳门的历史城区全景。这里不只是观光的最佳地点，你踏入大堂的同时中哦，你整个就是跟历史同行，懂吗？你每一步都可以触摸到老澳门的繁华痕迹。总之可以讲，酒店的每一扇门啊，每一扇窗口都诉说着澳门的故事。就其实那间酒店也是蛮适合去拍照打卡的。哇，真的是超好！如果你想要就是那种70、80年代的那种 feel， 记得来哦。在你们游玩整个澳门市区的时候，你们时不时可能会看到澳门的吉祥物，就是妈妈。它整个身上的颜色就是妈妈，不是它妈妈啦，它整个身上的颜色就是有红色、黄色、蓝色所孔拜而成。妈妈主要目的就是要带游客探索澳门的中西文化交际之地。详情你们可以浏览下方的网站来知道澳门旅游吉祥物妈妈会出现的地方哦。过后，如果你在澳门市集已经逛腻了的话，想要看一下大自然的景点，放松一下自己的眼睛，你们可以去到黑沙海滩。下葵园，在向日葵开花的时间内，游客就是我们可以和多达1500朵向日葵打卡拍照，非常非常的壮丽。哇！而且澳门政府时不时会把就是已经凋谢了的向日葵更换，确保就是每一朵花都非常的活力旺盛。哇，很美耶！接下来呢，你们可以来到大潭山观望台。它这个景点呢，其实不用什么费力的，因为它有一个斜行升降机，就好像坐 lift 这样，你完全不用爬，就是直接坐上去，就是可以到达山顶。抵达制高点，可以观望担载整个新旧城区的绝美景色，而且还有步行街道和超大型的滑草场，非常适合亲子游，在这边互动。是，如果你吃饱过后想要来散散步的话，这是一个不错的景点哦。再说到吃饱就想要美食，这边就推荐有几个我们心目中想要去尝试的澳门美食。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烂蛋面、烂蛋面哦，你的最爱面面。烂蛋面哦，是这个烂蛋面呢，一共有3种汤底可以选，清汤、咖喱和Jenny最爱的多梅多。而烂蛋的意思呢，其实是它有一点像煎蛋的概念啊，把它弄那个蛋层弄成就是很嫩滑、很丝滑那种，然后再搭配上炖到很软嫩的鸟腩，再配买那个浓郁的汤汁一起吃。哇，我跟你讲，每一条面条啊，都吸收那些汤汁的精华一起吃，无敌。这个 street food 过后，
假设说你想要一个比较有氛围比较有感。氛围感啊，餐厅的话来享用你们的午餐或者是晚餐啊，你们可以来到这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葡国料理专卖店专门吃葡萄牙餐的。 Albergue 1601婆仔。第一眼看上去哦，餐厅本身的黄色的外墙和葡式的装潢，已经让我们分分钟就可以拍出非常出大片的照片和打卡。打卡现在要在你的social media，所以完全跟你们讲哦，那个葡式葡萄牙的那个氛围、那个 vibe 啊，完全在线，蛮大是咖喱。哦，在里面呢，推荐你们可以点的料理哦。第一个就是那个海鲜烩饭，据说啊是非常的好吃，它的那个海鲜和那个饭的比例拿捏到非常非常的准确，不会到太稀水，也不会到太干燥。再来就是还有一个烤乳猪，这个是我 personal 最爱吃的，希望以后可以尝试到啦。这吃饱过后，我最爱的甜点嘞。啊，放心，肯定有，跑不了你。甜点特别推荐你们叫它的那个木糠布丁，上面还会设计出那个餐厅的本名1601在上面一起作为完美的结束。我跟你讲 Perfect。最后推荐大家，我不是非常喜欢的一间店，抹茶 ice cream。它叫做 Matcha Macao，是澳门的本地 brand 来的。是，如果你们很喜欢喝抹茶，很喜欢吃抹茶甜点的话，你去澳门千万不要错过这一间。它就是在大三巴附近的一个小巷子里面，它的抹茶味呢是非常的浓郁顺滑，也不会说太甜，也不会说太苦。如果你本身会比较喜欢苦一点点的话，你也可以叫它 extra 加一点抹茶粉。而你想要只叫一样东西可以满足你对于抹茶的那个所有的幻欲望想需求的话，可以点他们的那一个招牌抹茶 buffet。或者是buffet，不懂啊，哎呀，一样的啦意思。总之，你在那边最好那个我跟你讲，颜值上巨高，还拍照打卡，很好看之余，那分量西北大，可以让你实现什么叫做抹茶自由，吃下去啊，幸福感满满。太棒了！我当然想着我流口水啊，虽然我还没有吃到啊，不过是这几样是我们真的非常期待想要去尝试的料理。当然，其实澳门还有很多的美食啊、甜点啊，值得我们去 explore 的。不过我们只有一个胃，所以在这个就慢慢来啦。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去澳门的话，多带几个朋友一起去 share 美食。OK， 今天的分享关于澳门的东西大概就是到这里啦，下次有机会再带大家看澳门还有什么好吃的，或者是好探索的景点。是留言告诉我们，还想看我们介绍哪里的旅游攻略。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关注和分享。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